今天能够来参加我和依然的这个婚前单身派对哈。那个打今儿以后呢，我跟依然就不再是单身了。各位同志呢，要谨记啊，革命尚未成功，你们仍需努力。来，来。天乐，哎，依然，天乐是我最好的哥们儿，以后替我照顾好他。谢谢谭总。以后我不是你的上司，大家都是朋友。你跟天乐一直关系那么好，也希望你们两个以后能够亲如兄弟。我们也敬一个吧。来，我就祝你们永远幸福。谢谢啊，谢谢。一起。哎，好嘞。看你们俩这么幸福吧，让我想起了一个以前发生在咱们学校的爱情故事啊。你们想听吗？想。那我讲了啊。就是我们学校吧，以前有一个长得特别帅气、很英俊、家境又很殷实的一个男孩。这个男孩呢，爱上了一个比自己大2届的师姐。他一直以为自己能跟这个师姐一直相爱下去，可是没想到，这个师姐后来突然就消失了。从此之后，他就变得沉默，谁也没说，就独自出国了。你讲这故事啊，我还真知道。我不但知道，我还有你这故事里面女主角的照片儿。哎，你们想不想看啊？好啊，你带了吗？他来了。来，你们看看。哎呦，怎么毁成这样了呀？这女的看不清啊。这照片呢，我拿到手的时候呢，本来是可以依稀的看见这个女孩的相貌的，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被人弄成这样了。我也特别想知道这个女孩是谁。对，这实在是看不清了。少宇，你看看，你认识吗？爱宝，刚才那故事就是讲我的是吧？我承认，那男的就是我，而且那张照片呢，也是我拍的。我还知道这个照片上的女人是谁。她叫尚文芳。那你能告诉我，这个女孩现在在哪儿吗？你能给我解释一下，这张照片是不是你把它弄成这个样子？你只需要回答我是还是不是。是。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你是谁了吗？我是尚文芳。依然，如果不是我们查清楚，你是打算瞒我们大家一辈子吗？你给我闭嘴！你知道我这8年来是怎么过的吗？就算我跟你说了，你能听得懂吗？好，就算你听不懂，那你为什么要把照片毁成这样？
为什么要隐瞒自己身份？为什么一直瞒着我？别再逼我了，行不行？那我就问你，为什么瞒我所有人？为什么瞒我到现在？你一直在背后查我，现在又组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拆穿我，你觉得这样做你不过分吗？我过分？过分的人是你，一直处心积虑的跟天乐接触，不就是为了他的钱吗？你不就是想把他当做一张长期饭票吗？谭少宇，你太无耻了！那少宇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弄得我们一头……你闭嘴！这事跟你没关系。林天乐，听清楚了吗？她不是依然，她是尚文芳，她不嫁给你了，你听清楚了吗？这件事我问过你很多次，你就是不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现在回答我！我已经告诉过你很多次，她很物质，你不要娶她。我为什么不能娶？为什么不能娶？告诉我为什么不能娶？为什么一定娶她？你爱她吗？你爱她吗？你爱他吗？你爱依然吗？你到底爱他吗？我一直也挺奇怪的，你怎么喝了顿酒，突然就说要娶她呀？你不爱她，你为什么娶她？你不爱她，你为什么要娶她？我那天晚上喝多了，我回家，依然送我回家，我醒了，我在依然的床上。林天乐。我是尚文芳。你知道我这8年来是怎么过的吗？我那晚上喝多了，我回家，依然送我回家，我醒了，我在依然的床上。过分的人是你一直处心积虑的跟天乐接触，不就是为了他的钱吗？他已经不爱你了，他马上就要结婚了。喂，我哲。哎，我说小公主啊，怎么今天听你的声音都蔫了？你平时不都是活蹦乱跳的吗？最近心情不太好，跳不起来了。你怎么样啊？这么久没给你打电话，今天特难受，你还打过来了。
没什么。你肯定有事儿，说吧，我还不知道你吗？什么事儿都写在自己的脸上。那如果算了，没什么。哎，我的小公主啊，你就别吞吞吐吐的啦，说吧。如果你喜欢的人跟别人那什么了，你该怎么办？我们为什么要搬出来，不住天乐那儿啊？我们要学会独立了，不能再给天乐添麻烦了。他不嫌我们麻烦。大人的话，小孩听着就是了。干嘛呢，依恋？东西都拿不住吗？我告诉你，不要惹我生气啊！等会儿我。心情不太好，也没地儿去，过来找你。我是不是很丢人呢？自己喜欢的人跟别人上了床，我居然是最后一个知道的。但你说林天乐居然是这种人哈，我真的是看错了他了。我怎么想都没想到他是个这么随便的人。我告诉你，夏丹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跟他说话，再也不理他，我这个人就消失在我的生活里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别给我提他以后。你心里还是很难受，对吗？我难受什么呀？我一点都不难受。我告诉你，他不值得我难受，高兴得很。你这样说，是因为你心里有天乐，并且不愿意相信这一切。我觉得你应该去找依然谈一谈。我找依然谈？那我跟他说什么呀？他会告诉我吗？把你所有对他的疑惑都告诉他，他应该会向你坦诚的。会吗？也许你说的有道理，有些话其实说开了更好。谢谢。依恋，我刚才不应该对你那么凶，我跟你道歉。我们去找天乐吧，我想吃他做的鱼和面条。不能去。为什么？
我说的话你听不进去是吗？我说了，我们要学会独立了，不能再去麻烦他了。你骗人，你就是骗人！他根本就不嫌我们麻烦，他很喜欢我的。我现在就要去找他，我不想跟你待在这里，他肯定现在也在找我。你给我回来！我讨厌你，你每天想什么做什么都不跟我说，只知道要我听话，只知道要我按你说的去做。对不起，依恋。我知道你已经很懂事、很听话了，但是你真的要理解我。在这个城市，我们俩能生活下去真的特别不容易。我们谁都没有办法依靠，只有我们2个人可以相依为命。等你长大了之后，我会跟你解释这一切的。但是我们现在当务之急要学会独立，要开始我们新的生活，好吗？坐下来，乖啊。喂，依然，我想跟你谈一谈，方便吗？我们2个现在没有什么好谈的了吧？你放心吧，我跟天乐已经结束了。我觉得有些事儿还是要当面跟你谈一谈，希望你能答应。我现在不方便。你在哪儿？我去找你。这些事儿，我觉得关系到我们几个人，不光要对自己负责，也要对别人负责，对吗？好吧。我说这天乐打电话不接，发微信也不回，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这事儿现在真麻烦，早知道就不讲那故事，好心办坏事。这也不能怪你啊，有些事情早知道要比晚知道要好。那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明天你约天乐出来吃饭吧，他现在一定很需要你。你说我现在去他们家找他怎么样？你跟依然谈了吗？依然都搬走了。我吧，就属于那种自己是一混蛋，自己还不知道呢，以为自己什么事都能处理好，结果呢，没对人家依然负责任，还把人家这么多年的伤疤给揭出来，放在太阳底下晒，也不管人家疼不疼。你说我干这是什么事儿？就是我挺对不起依然，也对不起梅兰妮，也对不起我这么多年的哥们儿。你说我这不就一混蛋吗？这事也不能全怪你啊，事情都已经到这样了，你现在想这些也没用啊。当务之急是想想这些事儿怎么处理吧。我觉得梅兰妮和依然那边，你都可以先缓缓。主要你还是先找邵宇把这事说清楚吧。邵宇压根就不可能见我。所以啊，那你更得找他了。他那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要不找他，他一辈子都不理你。还有
有你跟依然的事儿，我觉得吧，那种事儿也不是一个巴掌就能拍得响的，也不能全怪你。这事儿肯定怪我。哥们儿，要不是我出那些馊主意，这事儿也不可能变成今天这样。唉，对不住。有些事儿我想来想去，觉得还是有必要当面跟你说。首先，我要承认我对天乐的感情，加上你之前的一些行为，我对你怀疑过，所以我查过你。我知道，像我这样一个浑身是泥的女人，就这样住进了一个陌生男人的家里，你怀疑我，这很正常。但我真的没有想到天乐会和你真的发生些什么。天乐都告诉你了？这一直是天乐的一块心病。我也是才知道这件事儿的。说实话，一开始真的挺难接受。这些话我说起来不太合适，可我还是想问问，你对这件事儿是怎么看的？我的看法会影响你的决定吗？会。如果你能让过去的事儿真的过去，并且能跟天乐开始新的幸福的生活，我祝福你们。过去的并没有过去，你不要纠结了，我们俩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我跟天乐那一晚什么关系都没有发生过。那你为什么要骗天乐呢？欺骗天乐，我一直都心里很内疚。他对我跟依恋都那么好，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在做一件非常不道德的事情。可能我说出来你不会相信的，我一直想找机会亲口告诉他事实真相，可是因为一些顾虑，我一直都没能说出口。你有什么顾虑呀？我能看得出来，天乐非常喜欢你，而且他只喜欢你一个人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有的时候，我挺羡慕你的，能拥有一个这么好的男人。现在一切还都不算晚呢。林先生，谭总现在很忙。林先生，谭总，我没拦住他。我有事儿找你说。我跟你没话说，你走。少宇，我跟你没话说。不走是吧？不走我叫保安。林先生，请您不要影响我们的工作。你工作，我在外面等你。依然，我一直觉得你和少宇是不是有……我是想报复他，可惜一直都没能成功。你为什么要报复他呀？少宇他没跟你们说吗？我们俩曾经是相爱过，
那个时候，我一心想跟他在一起，而且我也觉得我们俩对彼此都是真心的。可是就在我沉浸在甜蜜中的时候，他突然消失了。我到处找他，都找不到他人。后来才知道，他是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，所以才一直在躲着我。那个少宇不是这样的，你们俩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误会？如果是误会的话，他早就来找我了。7年了，已经整整7年，我消失在他的生活中，他连问都没有问过。要不是我一直咽不下这口气，回到这里来找他，他可能会以为我一直消失在他的生活中了吧。不过，这可能是他所希望的。像我这样一个被他玩腻了的女人，如果能消失在他的生活中，这该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。依然，我一直都觉着你身上背负着些什么，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背负了这么多的爱和恨。这些都是谭少宇送给我的。那你打算现在怎么办呢？他之前还放出这么狠的话，依然，你就应该找他去质问。我今天之所以能答应你出来见你，主要是我心里一直对天乐很愧疚。我知道你跟天乐是因为我才一直压抑着彼此的感情，我真的挺抱歉的。天乐他是一个很善良、有责任心的好男人，你应该去跟他说清楚。我不好意思开这个口，你就代我转告他吧，让他消除顾虑，你们好好开始自己的新生活。这事儿，这个事儿我说合适吗？合适啊，很合适，这是事实，事实谁说都合适。快去吧。那我这。快去找他吧，还愣着干嘛呀？去啊！嗯。谭总，怎么样？他走了吗？他还待在外面。告诉他我从后门走了，让他也赶紧走。好的。谭总，这么晚了，您还没回去？啊，李密啊，不想回去，不想回去。哎，没事没事，不用扶，没事。坐呀。您喝了那么多酒，要不我送您回去吧？没事没事。我问你个问题啊，李密，我不是我一朋友，
我一朋友最好的哥们儿，跟他最爱的女人，发生关系了。你让我这朋友怎么办？那得看他有多爱这个女人了。他爱这个女人，胜过爱他自己的生命。我觉得，一个女人不会放弃一个爱自己如生命的男人，而选择和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的。应该是您的那位朋友，对他女朋友还不够好吧？不对，完全不对。我这朋友很爱这个女人，很爱，他没任何错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比我更了解我这朋友。他心里有很多苦，很多苦，但却不能跟任何人说，就只能把这所有的苦全都压在这儿，就压在这儿，你知道吗？谭总，那这事儿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发生的，还是分开了之后？分开之后。哦，那这样说的话，就不算背叛了。毕竟那个女孩当时她已经是自由的了。再说了，您就没想过，也许是那个女孩为了刺激那个男孩，又或许他们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误会？我觉得这都很难说。你应该好好去劝劝您的那位朋友。没有误会，也不用劝。总之，背叛爱情的人，永远都不能背叛。这不叫背叛，这就是背叛。你走啊！我没事，你走啊！有没有人啊？您拨照的用户已关机。少宇，有些话，咱们是不是可以当面说清楚？如果当面说清楚了，我认，我以后可以再也不来烦你。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呢，都是多余的。可是我有件事没弄明白，我就想来问问。那天你打我那拳，是说你现在还爱着依然吗？是。对不起啊，我真不知道你跟依然是这一切吧，都来得太突然了，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。我更不知道你和依然之前有那么一段
也没想到，你居然现在还爱着他。你既然是我朋友，为什么从来都不听我的劝告？什么劝告？我不止一次的警告过你，我说依然这个女人工于心计，爱慕虚荣。我说过。你为什么这么说的呢？为什么这么说？她不就是这种女人吗？为了自己想要的一切，可以豁出去，什么都敢干，包括跟你上床。我敢保证，这一切不是偶然，是她精心设计的。那天你说依然的话说的那么重，你们俩之前怎么了？话已经说到这份儿上了，有些事儿我不想再去隐瞒。是，我跟依然从前的确在一起过，但那是8年前的事儿了。那个时候我跟他领了证，正在筹办婚礼，连婚纱都是，但他突然就失踪了，突然，就那样，从我的生活里彻彻底底的失踪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跟我家里讹了一笔钱，逃婚了。所以我说他跟我在一起，就是为了钱，而跟你在一起，也同样是为了钱。你说他是为了钱？对，他是为了钱。他表面上装作不在乎物质，但心里边，他根本就在乎钱，很在乎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边，我都不太敢相信我爱上了这样一个女人。但直到有一天有人拿着汇款凭证给我看的时候，我才相信，她就是这种女人。那这么多年来，你一直没有谈感情，也是因为她？我不知道，或许吧。反正这么多年，我心里装不下别的女孩。也许是受了情伤，也许是我心里边还有的。总之，在重逢之前，我在心底里设想过无数次和他再见面时候的情景。我在想，或许有可能他会给我一个解释，因为他欠我一个解释。可结果呢？结果他就那么出现了，出现在你身边，还要跟你结婚，还趁你酒醉就跟你上了床。这一切击碎了我内心最后一点希望，最后一点。她就是这样一个女人，我也就是为了这个女人心动了8年。那依然来接近我，也是因为我的钱。难道不是吗？你说呢，林天乐？你不想想啊，他为什么就跟依莲住到你家去了？为什么你奶奶那么喜欢他？为什么他趁着酒醉跟你上了床？还有，他为什么会让你一直回避着你爱的女人美兰妮，选择跟他结婚呢？你说，林天乐，你就是为了这样一个女人，工于心计的女人，放弃了你自己真正爱的女人。你什么事都可以办得很好，你很聪明，但没有感情这件事，你差太多了。
什么事儿都没发生，你们俩怎么什么都没有？什么？你们俩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。啊？依然亲口跟我说的，那天晚上你喝醉了，他只是把你扶到了他的床上，他在沙发上睡了一夜，你们俩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。我们俩什么都没发生。对。他骗我，一直骗我到现在。这件事吧，依然是有不对的地方，可也不能全怪他呀，都因为谭少宇。他们俩的事你知道吧？今天之前我都没想到少宇是这样一个人。不是，他跟你说谭少宇怎么了？谭少宇当年爱上别人了，找人打发给依然一笔钱，让他离开这座城市，可耻吧？啊，你这钱能打发一切吗？是。哎，我就不明白，他为什么到现在还在骗呢？你被他骗了，你知道吗？谭少宇不是那样的人。他没有理由骗我呀！他说了，他回来就是为了报复谭少宇。一个女人能有这么大的怨气，处心积虑，你想一想，这仇恨有多大？我刚跟谭少宇聊完，他跟我说了好多呢。当年是依然骗婚，在结婚之前呢，卷了一笔钱就跑了。少宇一直找他就没找着，后来直到拿到这转账凭据单，他才知道啊，他一直深信的爱情被一笔钱给骗了。不可能，依然没有骗我，我有直觉，他没骗我。我跟谭少宇这么多年哥们儿，他什么人品我还不知道吗？他不可能把脏水泼在一女人身上，更何况了，这女人她是一直深爱的人。哎不，那个，依然真的挺可怜的。你想想啊，她性格一直这么温顺，这么多年来什么事都自己忍着，委屈自己受着。天底下真的没有女人性格是这样的，一定是生活中被事情打磨成这样的。你用不着替他解释啊，少宇多专一的一个人啊，爱他爱得这么深，他骗到现在。哎，你看看我，他也骗我了吧？骗我也骗到现在吧？我被他骗得万分痛苦，还一直纠结着呢。你还纠结什么呀？反正不管怎么说，就是依然的问题。怎么就是呢？哎，男人都那么自私武断吗？你知不知道，在爱情里面，永远受伤最多、牺牲最多、痴心最多的都是女人。哎，你凭什么说在感情的世界里痴情最多的是女人呢？啊，你们天天喊着平等平等，喊着我们男权男权的。哎，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在感情的世界里先把自己的位置摆正了呢？哦，先把自己搁在一弱势群体的位置上。哎，在感情这个世界里面，没有性别的概念，只有人品不好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怎么觉得跟你说个事这么费劲呢？你拧什么拧啊？那我问你，依然要是拿了钱走了，他现在干嘛回来？这么简单想不明白吗？哎，那你凭什么就说谭少宇背叛了依然呢？哎，我问你了，谭少宇这么多年身边有女人吗？有吗？他怎么就是依然说的那种忘恩负义、喜新厌旧的人了？你呀，你才被依然骗了呢，一点立场、一点主见都没有。哎，林天乐，大晚上的我好心好意过来找你，我没立场是吧？行，你以后该干嘛干嘛啊！我吃饱撑着，什么事儿我都不管了。以后。不是你跟我急什么呀？喂，你到哪儿了？咱不约好看电影吗？我怎么还没看你人呢？电脑坏了？不是，那你能知道是哪儿的问题吗 ？CPU 啊？那行，你这样，你等着我啊，我40分钟到那儿，你呢来楼下接我。哎，好。
喂，谁呀？天乐，你在干嘛呢？我好想你啊！依恋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一个旅馆里。天乐，我好想你啊！依然又不让我给你打电话，他出去买东西了，我只是偷偷的打给你。你现在好不好啊？我很好，只是我很想你，天乐。我也想你。我想念你给我做的红烧鱼，给我做的面条，还想让你陪我骑高马。你个儿高，谁背我都没有你背我看得远。那我来看你好不好啊？好。那你告诉我你现在住的那个地方的具体地址。不知道，我找找看。好。找到了，这是一个旅馆的信封，我看看。好。真慢，你不着急吗？还这么慢？我这还不快？来看看我给你准备的这些装备怎么样？我去，这都从哪儿捡来的破烂儿啊？这什么破烂啊？这都是我的宝贝好吗？我从我们家电脑上卸下来的，这叫专业。别讲了，你先给我看看我这电脑到底什么毛病。哎呦，坏了，你怎么是一笔记本啊？怎么了？我还以为你是台式机呢，我这带的都是台式机的东西啊。那你能不能修啊？我也没修过笔记本啊。你不会修，你跟我凑什么热闹啊？不，你等会儿，你这样，我知道你着急，咱这样吧，我现在陪你去电脑城，我有一哥们在那儿开店，他肯定能给你修好。去那儿修呗，我给你出钱还不行吗？不用你出钱，你只会吹牛。我哪儿吹牛了？我真会修。哎，你等会儿我呀，我这来一趟挺不容易的，你也不说个谢谢啊？你这等会儿啊。天乐，天乐，才跟你分开了2天，我就超级无敌想你的。我也超级无敌想你呢。你这2天听话了吗？好好学习了吗？每天都不落，每天25个单词，还有我还背了2篇的课文，回头背给你听。真的？依恋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依恋，是不是你给天乐打的电话？我就跟他说，我想他了嘛。这事儿不怪依恋，是我一定要问你们住哪儿的，而且我有些话想要问你。改天吧，你先回去吧。依恋，回来，回去吧。逃避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，而且你不应该为你的行为负责任吗？依恋，你自己回去，拿着这个上去吃啊，乖。我这几天听到了很多的事情，让我挺难消化的。首先是你的身份，你骗了我；然后是那天我喝多了酒，你又骗了我。梅兰妮跟我说，你这一切是因为你有你的苦衷。你能告诉我你是什么苦衷吗？是什么样的苦衷让你不顾一切，不顾他人的感受，把我当一个傻子一样耍得团团转的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
我一直只是想报复谭少宇，在这过程中我伤害了你，我真的很抱歉。其实我心里一直很内疚，但是我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跟你开口。你接近我就是为了伤害谭少宇。你看看现在的谭少宇，他一个人这么多年拒绝所有人对他的靠近，你觉得他还值得被伤害吗？我不明白你们到底是在想什么。而且少宇跟我说，当时是因为你先伤害了他。我伤害他？伤害你，我承认，我十分的愧疚。可是他谭少宇，他也好意思伪装成一个受害者的样子跟你说我伤害了他？他当年为了甩我所做的一切，现在反过来要怪在我的头上吗？你现在跑过来就是要替他伸张正义的是吗？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了？当成一个可以随便侮辱污蔑的人吗？你说，依然会不会骗我呀？因为天乐说了另外一个版本，他说依然骗婚，还拿走了一大笔钱。少宇为了这事儿还消沉了好长一段时间。我觉得少宇不像在说谎。我觉得少宇也不是会说谎的这种人。那依然撒谎？我觉得他们俩肯定有误会。那是什么误会啊？哎呀，搞不清楚。我说了这么半天，你听明白了吧？反正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。我反正看现在的依然啊，哎呦，恨那谭少宇恨的，这一下把我弄懵了。你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按理说，依然他不应该是这样的人啊。可是你说，依然他骗了你，我们应该很难再相信他说的话。仔细一想吧，他骗你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是谭少宇。所以追根溯源，这里边可能还真有什么隐情我们不知道的。你给我说糊涂了又，你就直接告诉我吧，怎么才能把这里面的事儿弄清楚了？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两个各执一词的人凑到一块儿，这样才能知道谁说的是真的。少宇，我那天跟你说的话是不是不够清楚，以至于今天你还要来？我有急事要找你。说。我想告诉你，你所担心的那件事儿没有了。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梅兰妮去找过依然，依然告诉他，那天晚上喝醉酒，我跟他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。这件事我也找依然求证过了，的确什么事都没发生过，都是他设计骗我们的。你今天特地来就是跟我说这事儿是吧？我想告诉你这事，说如果你有什么心结，你现在可以已经把它解了。这事儿跟我没关系，我不感兴趣。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找他好好谈一谈。我觉得你们俩之间应该有什么样的误会，因为依然给我讲了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，你现在可以去找他。我不会去找他。你听了，我清清楚楚的告诉你，我跟依然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提起他。你提起他的话，我们连朋友都没得做。你听懂了？我的话说完了，请你离开，不要影响我工作。
什么？哎呀，没名字呀。梅大小姐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那天我态度不好，不应该对您进行人身攻击。我这正式的呢，给您道个歉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行吧，知错就好，我就不跟你一般见识了。哎，得，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还能有什么事儿啊？谭少宇跟依然的事儿呗。我跟爱宝聊过了，我们俩都觉着呢，这事儿得解决。我跟夏丹也聊过了，他也这么觉得。我这么想的，怎么着吧，也得把这4个人呢放在一起，把这话呢说开了，说清楚了。依然肯定不会出来呀。是，约谭少宇，谭少宇也不会出来。那什么意思呀？我觉着啊，咱俩呢各约各的，然后呢制造一巧合，把这4个人呢放在一块儿，不就齐了吗？嘿，哎呦，还挺聪明的嘛。跟您比差点儿。让咱找个地儿，咱把这时间地点咱俩商量商量。行。得，那您请着。哎，薛老师，我到了，你回去吧。哎，薛老师，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有，肯定有。要不你就告诉我吧，我回家睡觉都睡不踏实。要不，我真没有什么事儿，放心吧。你有什么就跟我说嘛，咱可以一块儿想办法，是吧？你说呀。我最近需要一笔钱，我的工资、奖学金、所有的发表论文的稿费加起来都不够。那你需要多少钱啊？10万。10万？这么多？那用不用我帮你想想办法？不用，我不是那意思。你不是？那我能不能问问你这钱你干嘛用啊？我不能跟你说，你快回去吧，真的，我没事儿，你别担心了，快走吧。我上去了啊。哎，薛老师，那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。怎么样，来了吗？我刚给他打完电话，我呢这就下楼接他去啊。行，你一会儿堵好门，我怕依然他就出来。放心吧，你记住了啊，我只要一咳嗽就是暗号，你就开始问啊。行了，去吧，我先接他去。客气的话呢，我就不跟你说了。你今天能来啊，我真是挺高兴的。为什么选择这儿？这家是我一朋友开的，一直叫我来试试菜，说最近换了一厨子，我这不就把你约这儿来了吗？来，走，这边。就这屋，这屋啊，环境好，安静，聊什么的话不会被打扰。安静，我把话说前面，咱有些事儿可以聊，有些事儿免谈。这样，你呢，先把这菜啊点了，待会儿酒菜上来了，咱慢慢聊。我先去个卫生间啊。来，再喝一个。那个，你们俩是怎么好的呀？大学的时候，我们俩同时报了一个法语班，被老师分在了同一个组，练习法语对话，就这么认识了。然后呢？
谭少宇那个人吧，不太爱说话。其实当时我特别不想跟他分在一个组，可是后来我才知道，其实他法语说的特别好，他不说，就是想让我多练习练习。我们在一起练习，他就听我说，他就听着。其实像他这种人吧，在学校里面挺受欢迎的，主动追求他的女孩特别多。那他对你一见钟情啊？应该是吧，反正我觉得他看我的眼神跟看别人都不一样。我也问过他，我说你为什么会喜欢我呀？他就说，他觉得我跟别的女孩子不一样，有一种与世无争的气质。是不是那会儿男孩子都会这么说呀？然后你们俩就走到一块儿了。情人节那天，他请我去看了一场法国电影。回家的路上，他牵了我的手。从那一刻起，我们就在一起了。那还挺好的呀，哎，挺浪漫的。大学的时候，我们俩有特别多的共同爱好。我们经常会一起去听音乐会，一起去看舞台剧。我总觉得跟他有说不完的话似的。其实他这个人吧，也挺细心，挺会照顾人的。有一次我们去郊区爬山，我把脚给扭了，他二话没说，背起我就往山下跑，这一走就是走了4个小时。等到了医院的时候，他也中暑了，我当时特别心疼。那他对你真的很好呀。后来他发起了高烧，我心里特别内疚。我知道他从小到大都没有受过这样的苦，可是他愿意为了我遭这样的罪。后来他醒了，还让我不要告诉他妈妈，就说我们还一直在外面玩呢。其实我知道他是怕我心里难受，才故意不跟他妈妈说的。你们俩当时一定是特别相爱吧？后来毕了业，他就跟我求婚了。我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他了。你们俩都结婚了？是啊。我还记得领证的那一天，太阳特别好，他就站在阳光下，笑着对我说：“就嫁给我，放心吧。我会一辈子都对你好，一辈子都照顾你的。”可是没想到，很快一切都变了。你怎么就觉得他变了呢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他又爱上了其他的女人，然后把我给逼走了。然后你就改名换姓，把名字都改了。我当时觉得天都塌下来了，我的世界里面只剩黑白，没有彩色了。我当时就觉得尚文芳已经死了，我只有改了名字，才可以重新开始我的人生。你这故事说的，我怎么觉得前半段是我认识的谭少宇，后半段我怎么觉得不像是？你们才认识他多久啊？我都认识他那么长时间了，都没有看清楚他的本来面目，你们怎么可能就了解他了呢？而且你们真的不要被他的外表所欺骗了。